劲爆消息传来，中国下一代航母舰载机歼35首飞画面正式曝光。歼35究竟是哪款战机的衍生？其地位与作用又如何？为何说歼35将会是 F-35C 最头疼的对手？近段时间，关于中国军事工业上的爆料可谓是接连不断。先是江南造船厂003航母显示出即将下水的姿态。几天前，一段双座版歼 20S 的视频又震惊全网。然而，还不等网友们缓过劲来，一则更加劲爆的消息传来：中国下一代隐身舰载机成功首飞的画面曝光。多年来，网友们争论的一个话题总算尘埃落定了。据中国网站10月29号消息，日前，一名军事博主在社交媒体上传了一张照片，并且用文字表示海4代在今天首飞。照片显示一架绿色涂装的飞机在另一架飞机的护航下飞向天空，而网友们认出这架绿色飞机正是多年来一直讨论的海4代，也就是中国下一代舰载机，而网友们也将这架飞机命名为歼35。根据照片显示，歼35外形更接近测试多年的 FC31战机。此外，外界对于中国下一代舰载机究竟是舰载版歼20还是 FC31一直争论不休，如今也可以下定论了。在今年6月份的时候，有消息爆出，武汉水泥航母上摆放着 FC31的模型，似乎就已经印证了最终海4代选择了这架飞机。另外，在不久前举办的珠海航展上，歼15设计总师孙聪就直言，航母舰载机很快就有下一代了，不用过今年就能看到。也就是说，今年海4代首飞已经提前得到了官方的认证。因此，这次画面曝光对于中国网友而言，既是惊喜，也是如期而至。那么问题来了，歼35为何如此受到关注，以至于数年里对其讨论从不中断呢？我们还得从这架飞机的地位说起。对于中国海军乃至整个中国军工业而言，海4代的首飞都是绝对值得纪念的一件大事儿，如同当初歼20战斗机首飞一样，因为这代表着中国海空力量迈向了全球最顶尖行列。有了歼35，就意味着中国未来航母拥有了与美国航母一较高下的实力。二战之后，美国主导全球以来，没有一个国家能做到这一点。那么放眼全球，目前能制造固定翼航母舰载机的国家仅有4个半，其中4个国家分别是美国、俄罗斯、法国与中国。美国拥有 FA-18大黄蜂战机以及 F-35C 战机，俄罗斯拥有舰载版米格29与苏33舰载机，法国拥有阵风 M 舰载机，而中国此前拥有歼15舰载机。如今传说中的海4代歼35也成功首飞。另外还有半个国家，那就是印度。此前，印度在舰载平台上成功测试了自研 LCA 光辉战机起降，不过印度海军却始终不肯接收光辉战机，而是选择为国产航母配备一款国外舰载机。因此，光辉战机具备航母甲板起降能力，却没有成为舰载机，所以只能算半个。而在这些舰载战斗机中，具隐身能力的仅有 F-35C 与歼35战机。另外，歼35还将是全球第1款，也是全球唯一专业隐身舰载机，因为 F-35C 战机是从空军版 F-35A 战机改造而来，而歼35并非是一些人猜测的从歼20战机改造而来，更接近未入列的 FC31。因此，歼31是为003航母专门打造的一款隐身舰载机。可以说，歼35的出现将进一步拉近中国航母战斗群与美国航母战斗群的差距。当初美国要研制 F-35C 有一个重要的意义，就是扩大航母的攻击范围，以规避中国东风导弹的威胁。同样的，中国建造歼35也是为了将中国航母战斗群辐射至第2岛链以及印度洋东部，这对于中国打破岛链束缚以及维护海运航线具有重要的意义。而从时间点的角度来看，歼35也是时候出现了。从最新公布的003航母卫星照来看，这艘航母的完工率已经在90%以上，最迟明年上半年就能下水了。外界推测，这艘航母大概在2024年或者2025年将正式服役，而解放军对于一款新型隐身舰载机的需求便变得迫切起来。美国福特号航母已经宣布在明年正式部署，同时其核动力航母正在逐步替换上 F-35C。另一方面，日本已经将出云级改造完毕，可以飞行 F-35B 战机，成为一艘真正意义上的航母。同时，韩国也宣布了自己的国产航母计划，并且也要搭载 F-35B。可以预见的是，在未来10几年内，亚太海域将会出现航母与隐身舰载机扎堆的情况。如果中国不及时应对，甚至会在舰载机方面被日韩给比下去，并在辽宁号航母与山东号航母上使用。
但歼1/5并不具备隐身能力，而且其技术来源苏33已经是上世纪80年代的技术。在003航母入役后，歼1/5很显然并不适合中国未来航母远洋作战体系，因此研制一款比歼 F-35C 的也是舰载机势在必得。不过，从歼20战机2011年首飞、2017年正式服役来看，一款新型战机从首飞到服役需要6年时间。再加上003航母能搭载50架舰载机，实现量产同样需要几年，因此003航母完全装配歼35可能需要等到2030年。而对于2025年就能服役的003航母来说，在前期仍然需要弹射版歼1/5T战机进行过渡式部署。说歼35问世便把歼1/5完全代替，还言之尚早。而除了歼35，去年首飞的空警600预警机同样对于中国未来航母舰队战斗力的提升有着重要价值。我们都知道003航母是一艘具备电磁弹射器的航母，相比较前2艘滑跃式航母先进得多。电磁弹射的好处不言而喻，将能改变舰载机在航母上滑跃起飞的传统，能给舰载机增加更大的推动力，节省舰载机的油量，同时为航母节省更多空间。不过，电磁弹射需要能适配的舰载机，首先就得在外形上加以改变，使舰载机长度足够短。这看似不难，实际上战斗机上的每一处小改动都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。因此，歼35的问世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。研制这架飞机的单位是沈阳飞机研究所，也被称为601所或者沈飞。当初中国从俄罗斯引进苏27生产线，就是在沈飞进行生产。后来沈飞也在此基础上研制出歼11与歼16战斗机。不过外界往往认为沈飞在技术上多沿用苏俄技术，创新能力不如成功研制歼20的成都飞机研究所，而歼35便是沈飞为自己证明的机会。另外值得一提，虽然此次歼35首飞很多细节没有展现，不过如果参考 FC31战机的话，倒是可以发现歼35究竟是一款怎样的舰载机。隐身能力自不用说，歼35可能相比 F-35C 还有一个优势，那便是火力配置。在此前的迪拜航展上， FC31就流出过一张服役后的参数图，其中最突出的特点便是多达12个载弹挂点，6枚为内置弹舱，6枚为外置悬挂。相比之下，歼20在珠海航展上展出过4枚内置导弹以及2枚外挂导弹，另外 F-35在挂弹舱中装备了4枚导弹，外挂也是2枚。这么看来，歼35很可能是隐身战机中火力最猛的一个。除此之外，歼35还将搭配霹雳15远程空导弹，这种导弹射程达到200公里，要比 F-35所使用的 AIM-120D 导弹打得更远。可以说 F-35C 遇到的最大对手便是它。如果在战场上中美航母战斗群相遇，歼35将会成为让美军十分头疼的存在。